兄弟们，糖果齁甜这个组合，我估计大部分人都知道。很多人看到他们表演后的直观反应，就是我差点得了糖尿病。当然，夸张的比喻咱也都懂。但话又说回来，我相信屏幕前的你肯定不愿意承认，在我们这个青春的年纪，身体患上的疾病，实际上本应该在40、50岁才有可能出现。我身边的朋友总是在工作1天后，甚至懒腰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嘴里蹦出来一句：怎么感觉我这身体像是和别人借的一样，各个零部件磨合的都出问题了。实际上这就是某些疾病的征兆，只是我们还年轻，不愿意去相信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比如糖尿病这个例子，很多人都会忽略掉。那么你可能会说，我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得糖尿病？难不成就因为我爱吃糖？我只能说太表面了。至于什么原因，今天就由前途君来跟大家好好唠唠。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咱对糖尿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认知，而这一点就可以分为3个版本。我们对糖尿病认知的1.0时代则很单纯很浅显，就是听到糖尿病这个名字中有糖，于是大家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病和糖有关系。慢慢的随着知识的普及，我们逐渐对糖尿病的认知有了新的高度，以此出现了2.0版本。大家开始知道糖尿病不是单纯的因为吃糖引起的，只不过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就不能放开肚皮使劲吃糖了。但对于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绝大部分人还是没办法说出关键点。而到了现在糖尿病认知的3.0时代，在之前的基础上明白了发病的原因，准确知道糖尿病的风险因素，然后通过避免这些因素来预防糖尿病。但该说不说，如果自己一直都保持健康的生活，无论是饮食还是作息都没问题，却还是患上了糖尿病，那绝大的可能是你被家族遗传了，也就是糖尿病3种类型中的一种1型糖尿病。这种情况很多数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发病了，与生活习惯无关，但就是有很强的遗传性，因此属于是命中注定，咋都躲不过。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胰岛素本身的基因缺陷，导致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所以这类糖尿病没有啥好的规避办法，只能是终身都依赖胰岛素。但要注意的是，不能规避不代表不能减轻。对于任何已经确诊的糖尿病，生活中尤其是你的饮食上，要是能调节得很好，是可以减缓病程的发展的，同样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所以不要自暴自弃，正面面对解决问题才是关键。那么如果说1型糖尿病是属于无故背锅命中注定，那么3种糖尿病的第2种2型糖尿病完全就是自身的问题导致的了。这也是我们通常讨论中最常见的类型，主要的原因是不良生活习惯积累起来损伤身体而得上的。晚睡晚起，不吃早饭，经常吃些垃圾食品如外卖汉堡，当你的身体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就晚了。在这里我就得跟大家多说一句了，那就是单纯预防糖尿病的话，只不过是需要动脑子，换来的是省钱。但如果说你得了糖尿病的话，那就不怎么用动脑子了，只有考验你的毅力就行，当然钱也耗得更多。而真的到了病情完全控制不住以后，那就完全不用动脑了，甚至可以不用毅力克制生活，一切都交给医院，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去透析去透析，反正这个时候的状态钱就没啥其他用了，除了治好自己的病。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2型糖尿病中末期的并发症真的很严重，并且损伤的部位都很关键，比如说眼睛、心脏、肾脏、多处血管和脚，而对应的就是失明、心脑血管疾病、肾衰竭，甚至是截肢。当然并发症也分轻重，而轻一点的就是糖尿病足，也就是脚经常发麻，或者是皮肤轻度坏死导致溃烂。因此所有的糖尿病只要在控制阶段失手，那到了最后一定是致残的结局，这也是很多老年人生活质量急速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想给自己留一个美好的夕阳红，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就是一个必修课。那么接下来第3种糖尿病，妊娠糖尿病，这种情况很特殊，是女性妊娠期间因为激素或者特殊需求而导致血糖升高的。但如果说升得太高没有降下来，就成了妊娠糖尿病。换句话来说，这就意味着每个妈妈在孕期其实都会有血糖升高的生理需求，而这一需求其实也是为了给宝宝输取能量。但如果说怀孕期间也没有注意饮食，并且自己身子骨还不是很好的妈妈，就会在怀孕期间患上这种短暂的糖尿病。你没有听错，这只是短暂的，而且会在孕期结束后恢复正常。但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曾经患过这种病的妈妈，对于以后的生活和没患过这种病的妈妈相比，患上2型糖尿病的风险要多3到7倍，并且出生的孩子会不会超重，以及以后会不会患上2型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更高。所以这部分妈妈要给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要普及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并且以身作则，一同抵御2型糖尿病。说了这么多，肯定有人会奇怪，难不成
成这病真的这么难治吗？如果说自己一不小心着了道，就完全没有逆转的方法吗？你别说，还真有。对于1型糖尿病来说，就是在并发症发作之前，把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纠正过来，这也是最后一次通过这种廉价的方法来作为自己后半辈子省钱的机会了。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玩意儿让人下头的原因，就是一旦发作就得终生不能停药，还要限制自己的饮食，并且经过计算，在早期为了治疗这种病所用的口服药和少量注射胰岛素的阶段，每年药费大约在3000到4000元。但如果说糖尿病殃及到了脚趾，那就不好说了，轻则行动不便，重则就得截肢，直接残疾，并且在后期还要经常住院来针对并发症，这里的花费少的话在2万左右。但如果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来，那就得把手术费用算进去了。所以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一旦确诊糖尿病，生活质量和金钱都是彻底受损。那么对于2型糖尿病而言，导致并发最大的因素就是体内有过剩的能量，再加上负型肥胖。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说的不是肥胖，而是负型肥胖，它们的区别在于你只是单纯的胖和内脏脂肪过多的胖，这是2个概念。可能你外表看起来身材均匀，一点不油，但内在却存在这种隐形胖，让自己血糖难以控制。而对于所谓的过剩能量来说，就是每天吃下去的能量比自己的身体需要的能量多，属于是供大于求了。可能有人会问，吃的多能量过剩，那不是长胖就完了吗？怎么会变成糖尿病呢？其实说白了，之所以能量过剩能和糖尿病产生关系，就是因为过剩的能量最终会以高血糖的形式来表现出来，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制造胰岛素的压力。因为胰岛素的功能除了可以降低血糖，另一个功能就是把糖转化成脂肪存起来。所以这么一说也就明白了，1次2次还好，天天这么搞，你脂肪已经没地方放了，血糖也压不下来，最终导致的后果无疑就是糖尿病的诞生了。所以说控制饮食，经常锻炼是必然重要的，只有不亏待自己的身体，身体才不会亏待你。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倘若还有相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钱督君，我们下期再见。